一個人70000N 喺白川鄉 Dormy Inn 嘅傑之莊溫泉旅館住一晚，晚餐有海陸大餐，仲可以浸住溫泉睇雪景，究竟 CP 值高唔高呢？另外呢個我向往咗10年嘅白川鄉美景，究竟最後係驚豔定係失望呢？繼續我嘅名古屋之旅，今集除咗開箱傑之莊，仲有大量白川鄉美食滿足大家。片尾仲有網上訂巴士飛同埋租呢個防洪噴霧嘅資料。出發前可唔可以俾我少少動力訂閱呢個頻道，俾個 like 留個言，再將條片分享出去。朝早7點半，平時返工都未捨得起身嘅我，已經企咗喺名鐵巴士站嘅月台。自從10年前睇過一張白川鄉嘅雪景相之後，我就一直好想親眼睇下，所以就算要早起，要坐2個半鐘頭嘅車，我都覺得係值得嘅。要睇到白川鄉最 signature 嗰個全景，點都要上去廸丁展望台。雖然呢係有接駁巴士，但嗰日實在遊客太多啦，所以我決定行上去。不過冬天路面結冰比較容易跣低，如果你哋係一家大細扶老攜幼嘅話呢，我建議都係排隊搭返巴士會安全啲。好唔容易咁樣行到去山頂，望住眼前呢一片純銀白色嘅世界，真係好靚。但當企喺嗰個網上睇過無數次嘅經典角度，竟然有一份落差感。可能因為平時睇太多呢啲專業攝影師嘅大作，喺現場睇呢啲合掌屋其實係有一啲疏疏落落嘅感覺。我喺展望台停留咗大概20分鐘左右，睇下啲小朋友砌雪人，咁我就慢慢行返落山。我同自己講，或者喺地面近距離睇，嗰個感覺會震撼啲呢。近距離睇嘅合掌屋，見到屋頂鋪滿晒啲厚雪，感覺確實咧係更加巨大同埋更加有氣勢嘅。我隨便參觀咗一間開放嘅古民家神田家，入場費係400N。呢度咧可以爬上去近距離探秘一下合掌屋屋頂嘅結構。以前嘅人純粹用木材同埋繩就可以起到一間咁堅固嘅建築物，嗰種智慧真係令人佩服。神田家裏面仲展覽咗好多當年生活嘅用具，可以想象到當年喺深山生活呢一啲都唔容易。離開神田家，我繼續向呢個白川鄉嘅深處行，沿途呢會經過被白雪覆蓋嘅名善寺，呢度嘅畫面好有電影感。再行入啲就會見到另一個 signature 嘅位，白川鄉嘅3間小屋。大約12點半左右啦，咁我就行完晒所有主要嘅景點。喺呢個極度寒冷嘅室外行咗2個幾鐘頭，係時候要食翻啲熱嘢落肚。我揀咗呢一間主打手打蕎麥麵嘅鋪頭，裏面呢得15個位左右。喺門口寫低咗個名之後，直覺話俾我聽，要先喺附近食啲嘢打個底。第一眼見到嘅係呢一個熱辣辣嘅飛驒牛蒸包，撕開嗰下呢，見到啲白煙冒出嚟，真係成個人都醒翻晒。喺咁凍嘅環境，就算個包身比較厚，啲餡比較少，我都即刻塞入口。係啊，呢個包其實就普普通通嘅啫，但勝在夠熱辣辣。之後再食埋飛驒牛做嘅香腸同埋可樂餅。雖然係喺白川鄉呢一種觀光區啊，但係呢啲小食價錢算係良心價。呢條飛驒牛嘅香腸皮脆肉香，咬落去呢都算多汁，而且啲牛味都好重，唔錯。而呢一塊可樂餅嘅炸皮做得好薄，薯仔泥呢夠綿又紮實，算係幾高水準。最後飲埋呢一杯暖粒粒、甜到好似紅豆沙咁嘅金酒，成個人終於由內到外暖翻晒。夠鐘翻去食蕎麥麵嚕，我叫咗佢哋期間限定嘅山菜蕎麥麵。呢一度嘅麵條非常有 character， 咬落去唔單止有手打嘅嗰種粗糙嘅感覺，甚至可以食到一粒粒粗磨蕎麥嘅質地。如果你打算嚟呢一區玩，白川鄉絕對值得嚟望一望。但係如果佢係你呢個 trip 嘅唯一 highlight，咁可能會有啲失望。
坐旅館接駁車大概5分鐘就到㗎啦。我呢之前住過佢哋集團旗下喺草津嘅木之葉，印象分非常之高。如果有興趣做比較嘅話，可以去睇翻我之前草津嗰條片，連結我會放喺資訊欄。溫泉旅館嘅大門係一個合掌屋嘅造型，好 match 個主題。入去之後要先除鞋放入 locker， 赤腳喺榻榻米上面行，完全係去溫泉旅館必要嘅儀式感。房裏面嘅設計同木之葉大同小異，我呢就唔打算做詳細嘅 room tour， 但呢間房有一個位我係特別中意嘅，亦都係木之葉冇嘅，呢個窗邊貴妃床，挨喺度睇電視就固然舒服啦，但更正嘅呢係可以望住窗外面嗰種純白嘅雪景。喺呢一個位坐低食埋件唔太甜，好啱送綠茶嘅栗子羊羹。頭先喺白川鄉周圍行嗰種攰呢，就冇咗一半啦。而另一半嘅攰，當然就要靠溫泉去療癒啦。喺去大浴場之前，會經過酒店唔同嘅角落，你都會發現佢有唔少嘅細節，例如牆上呢一幅立體木造嘅地圖。仲有周圍都見到飛驒地區嘅吉祥物 Salubobo， 即係呢嗰隻冇眼耳口鼻、呈大字形嘅飛驒猴寶寶。呢度仲有一個小型嘅 lounge， 好適合幾個朋友過嚟傾下偈。呢度平時係收入場費嘅，但係我個住宿 plan 已經包埋，訂房嘅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係時候去體驗呢一度嘅溫泉啦。首先望望個太設風呂。一共有2個，唔需要預約嘅，只要見到門口盞燈冇着就可以入去啦。裏面嘅空間呢就唔算大，一眼望得晒，基本上係2個人啱啱好嘅溫泉池。呢2個私人風呂嘅設計同埋望住嘅窗外景色呢都係差唔多嘅啫，所以唔需要話刻意等邊一個。至於大眾溫泉區，咁當然唔拍得片啦。裏面嘅設施呢都算係齊備嘅，除咗有桑拿，仲有幾個唔同溫度嘅池。呢度嘅花款確實係冇草津木之葉咁多，不過結之莊到有一個好嘅位，就係可以瞓喺度一邊寢湯一邊欣賞雪景。休息區雖然就細細地，但 Dormy Inn 系列最出名嘅嘢呢度一樣都冇少。呢度可以飲翻杯金酒，食翻支雪條，喺朝早時段仲有益力多供應。一拍二食嘅晚餐係純會席料理，同有提供半自助餐嘅木之葉唔同。我揀咗最豐富嘅住宿 plan， 前菜同刺身無論係擺盤定係質素都係正常發揮。個亮點係喺呢2件飛驒牛壽司，水準呢同高山路街食到嗰啲不相伯仲。晚餐嘅第一個主角係呢一鍋乾蒸海鮮，全靠食材本身嘅肉汁去調味。裏面呢有半隻龍蝦、1片鰻魚同埋1隻鮑魚。龍蝦嘅肉質鮮甜紮實，而鮑魚呢就有一種爽脆嘅韌度。比起嗰啲複雜嘅調味，呢一種純粹嘅鮮味呢，真係要靠食材新鮮先夠膽咁樣做。嚟到飛驒地區，燒飛驒牛絕對係唔少得。比起一般嗰啲溫泉旅館，通常只係俾幾片牛肉你，呢度嘅份量係非常闊綽，足足係一份牛扒主菜嘅份量，仲要俾埋2個唔同嘅部位你，里肌肉同埋牛柳。淨係睇個樣啊，都睇得出牛柳嘅油脂分布比較豐富，口感呢亦都更加鬆軟。加少少 wasabi 一齊食係我自己最中意嘅食法。最後嗰個主食可以4揀1，我揀咗鴨肉蕎麥麵。老實講，啲鴨肉呢係有少少柴，但係可以接受。成個晚餐非常之豐富，名副其實係一次過滿足晒所有願望。休息咗一晚之後，早餐係比較樸實嘅傳統日式風格。燒魚已經有2款啦，再配埋白川鄉嘅名物撲葉味噌燒，用嚟撈飯簡直一絕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呢？1月頭旺季，我一個人入住費用係71,000 yen， 但係如果換轉係3月中嘅淡季呢，自己一個人去大約係5萬 yen。
如果兩人同行，每位只需要36,000N 左右。以淡季呢個價位可以享受到高水準嘅海陸大餐 ，CP 值確實係高。雖然出發嗰陣灰蒙蒙，好似一出黑白片，而且個景又有少少心理嘅落差，但最後呢一份藍天加埋呢一個豐富嘅海陸盛宴，老土講句，總算係為呢一份10年嘅向往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。如果你已經訂好晒啲車飛，咁我哋喺下一集開箱星野集團嘅界奧飛陀條片見。但係如果你仲煩惱緊點樣上網去訂巴士飛去白川鄉，又或者想知道我點樣去訂呢一個防洪噴霧嘅話呢，我邀請你繼續睇落去。所有嘅網站連結我都會放喺資訊欄。由名古屋去白川鄉嘅巴士，我係透過 highwaybus.com 訂嘅，佢哋有中文嘅界面。只要輸入關鍵字白川鄉，佢哋呢就會顯示全部去白川鄉嘅巴士。揾到由名古屋出發嘅路線之後，就可以一步一步跟住去買飛。至於車票嘅種類，我係選擇咗攜帶車票。成功買飛之後呢，佢哋會寄一個電郵俾你，裡面有一條連結去攞你真正嘅巴士飛。上巴士之前，俾部電話司機確認就得啦。我呢就冇印出嚟嘅。由白川鄉去高山嗰一程呢，我係用另一個網站日本巴士 E 路通訂嘅。呢個網站一樣有中文界面，過程呢同之前嘅一樣。購買完成之後，佢哋亦都會發一個確認電郵俾你。雖然呢，佢建議你印呢個 email 出嚟，但係我都係直接將個電話俾司機睇，過程好順暢。不過如果想穩陣啲嘅話，印出嚟都無妨嘅。最後關於租借防洪噴霧，我呢係喺日本戶外用品連鎖店 Monbel 嘅官方網站訂嘅。雖然好似暫時得日文界面，但係呢個步驟唔算複雜。第一項係選擇商品，呢一個名呢就係防洪噴霧。然後呢就係選擇數量、取貨日期、還貨日期同埋喺邊間分店攞貨。我係揀咗喺榮呢一區嘅分店攞。注意，如果還貨嘅分店唔一樣嘅話呢，係要加手續費㗎。填好晒啲資料之後呢，個官方網站會顯示租借嘅金額，但呢一個唔包按金。去到鋪頭嘅 service desk 攞貨嘅時候，要另外俾12,000N 按金。到時呢，要填咗一份表，有英文嘅，職員亦都會教你點樣填，唔使擔心。之後呢，職員會喺你面前量度支防洪噴霧嘅重量。如果你還嘅時候係輕咗，佢就會當你用過，就攞唔得返按金。佢會包埋一個裝呢個防洪噴霧嘅袋，同埋一張簡易嘅說明圖，都要還嘅，大家記得收好。好啦，資訊就分享到嚟呢一度，希望可以幫到準備出發嘅你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